美伊現在暫時停火，但是幕後的原因曝光了，主要的原因是美軍的飛彈見底，所以川普急喊卡。另外還有最新的情報指出呢，威脅國安是說这個飛彈的庫存因為告急已經威脅國安了。另一方面，川普現在暫停這一場計劃。暫停停火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密謀要派1000人軍來搶9噸的濃縮鈾，皋山難道會成為最後美軍的墳場嗎？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美伊暫時停火，我們來看到雙方是不是根本如專家說的更是在準備下一場更大規模的全面戰爭呢？我們先來把重點看到現在目前最敏感的荷姆茲海峽問題了。好，來看到伊朗的官媒最新說的，一艘沒有依照指示航行的油輪在波斯灣出口遭遇了爆炸，疑似是跟水雷的攻擊有關係。難道是伊朗布的水雷嗎？川普他其實曾經就這個伊朗的在荷姆茲的事件，他有做出警告說，如果你真的敢再攻擊荷姆茲的船只的話，我們美軍會轟炸你伊朗的電廠等等的設施。但是我們看到這一件事情，這個油輪被炸了，到現在川普安安靜靜，沒有任何的聲音。伊斯蘭革命衛隊也警告了，過去24小時，他們有發現一共是4艘的船試圖要經過荷姆茲海峽南側非法，而且在這邊的一個航道做通行，所以遭到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海軍給鳴槍示警之後，立刻攔下。現在看起來，伊朗還是掌握住整個荷姆茲海峽哦。那麼，其實我們看到美伊暫時停火的期間，荷姆茲的掌控權仍然是最大的分歧。目前的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伊朗跟阿曼未來會來瓜分這個主控權嗎？他們現在呢，雙方正在談的問題呢，是朝一個正面的方向做發展。那在討論包括了海上的交通，接下來要怎麼一起來做管制呢？那商船要怎麼走呢？還有這些水權，到時候怎麼劃分呢？現在根據雙方初步談判的結果，將會分成2套的規則。首先，我們看到在南側的地方，就是因為它是屬於阿曼這邊的水域，商船現在說可以自由的通行，但是注意了，在北側，未來會由伊朗這邊來做管制，船舶必須要向伊朗提出申請，取得許可才可以做通行。至於大家關注的有關於通行費的部分，伊朗現在還是保留有關於管理跟審批權，也就是說還沒有就通行費多少錢做出一個具體的一個結果跟這個價格的談判。那麼現在荷姆茲的另外一個威脅就是專家說的 Q4 油價恐怕飆破$120大關。我們先來看到有關於伊朗跟阿曼這邊的談判，等於把水道分成2邊，可能達成共識嗎？不僅是他們雙方談好，川普有辦法去做介入嗎？那委員又怎麼看？對，我覺得現在伊朗反過來在對川普進行極限施壓了哦。我記得我們上周在這個節目也有討論過，說當時沙特去攻擊了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的機場跑道。那麼當時我就提到說，沙特可能跟美國強烈的懷疑伊朗準備要聯合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去封鎖曼德海峽了。那前幾天大家如果看到媒體報道，就可以看到說，的確證實伊朗已經派了軍事顧問，也提供了相對的設備哦。那麼也門胡塞武裝組織隨時要可以啟動封鎖曼德海峽了。所以現在伊朗在玩的就是極限施壓，川普怎麼對伊朗，現在伊朗就怎麼對川普了。所以一旦這個胡塞武装組織真的去封鎖了曼德海峽，它現在已經半封鎖了，它是針對沙特的船艦油輪了。那麼如果一旦這個態勢形成了，那全球的能源價格馬上就要飛漲了。現在布蘭特原油已經到100以上了，接下來你破120都不是沒有可能哦。那就間接會影響到了美國國內，會衝擊到川普接下來的狀況了。所以其實伊朗也不笨哦，他在這個極限施壓的同時，他現在在玩跟川普一樣的把戲。我一方面極限施壓，我另外一方面呢釋出了另外一個訊息，說那要不然這樣好了，我們荷姆茲海峽一人一半嘛。這個阿曼一半哦，我一半哦。阿曼是南端，我是北端哦。那麼阿曼的這個要不要收錢，要不要自由航行，你們自己說了算。我想阿曼大概自己也不敢去收錢哦。那麼他怕被美國炸，那你說這個伊朗呢？他說那我拿了北端，可是各位知道那個荷姆茲海峽，如果看一下那個地形圖哦，最窄的大概就39公里哦，那個北端還比較寬，南端很窄哦。所以呢，南端可以通過的這個油輪的數量非常非常有限。如果大家要排隊過南端的話，這一樣是一個曠日費時的事情。所以伊朗當然嘴巴講得漂亮，說南端讓給了阿曼哦，但是事實上他掌握了真正的主要航道就是在北端。那你說這個川普會不會接受哦？這對川普來說，
它當然是一個選項哦，但是問題是，他如果真的接受了，美國國內的民眾跟媒體也不笨哦，那麼大家一定會去追責，就是那到底我們這場戰爭打到最後贏了哪裡呢？就原本該做的都沒做到，伊朗政權沒有輪替，這個濃縮鈾也沒有拿回來，然後呢，現在還失去了半個荷姆茲海峽。那這對這個川普來講，恐怕就是這個碰了一鼻子灰的事情哦。所以你說川普要接受，我看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這我可以先初步的判斷哦，就是說接下來呢，可能還是在一個就是川普跟伊朗大家各說各話、打打停停的狀態。但是就回到我先前講的，伊朗做了決一死戰的準備了。那你接下來就要看看川普在這個極限施壓之下，他到底要不要吞下來哦？他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下這個台？我覺得這恐怕是考驗川普最大的一個危機了。如果他不下這個台，他要陪伊朗一起打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的話，那我真的就要說，這個川普也不用選第3任了，美國的國力就完了。好，現在看起來這個伊朗哦，就荷姆茲海峽跟紅海的議題是不會讓步於美國的。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知道美伊現在暫時停火，沒有在做打，這就沒有再打了，是不是雙方也在備戰？要準備進行下一波更大攻擊的戰爭呢？但是此刻我們看到美國方面，它也面臨到許多的問題。也就是說，為什麼今天川普要停戰？現在有多方的原因指出來，就是因為它的彈藥庫是不足的。還有第二個，波斯灣盟友的反彈，還有第三個。情報顯示，包括了副總統范斯跟他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對於戰事升級都表示非常的不安。那麼，川普針對於彈藥問題，他怎麼說呢？他說，美國擁有的彈藥遠多於世界任何國家，也遠遠超過我們現在所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白宮提出了警告說，如果這個報道是真的，最新的愛國者跟薩德系統的攔截消耗數據都是真的這麼少的話，是會威脅國安的。那目前我們今天也掌握到了最新有關於美軍的防空武器的庫存，我們看到 CG 確實面臨很大的壓力，愛國者消耗最高達到了50%，薩德同樣50%。另外就是 SM-3這種海基的防空飛彈消耗也有2到3成左右。所以我們看到雷神公司最新說了，拿到30年來第一筆的美軍 GEM-T 這一款的生產的訂單，用來做的就是愛國者2系列的訂單，目前仍然可以生產跟愛國者3一起未來混合做部署。所以停戰的原因是因為美軍的軍武庫有很大的一個缺乏嗎？楊老師怎麼解讀？我們看21世紀以來美國在中東的戰爭啊，尤其是近期俄烏戰爭到美國伊朗的戰爭，出很深的3個感觸。第一個，我覺得戰爭的傷亡代價太高了，對，就是陷入到戰爭的社會老百姓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創傷。第二個，戰爭的整體的代價也是非常高，因為它會造成地緣政治、國際經濟、能源的影響衝擊會非常大。那通常不太容易一場戰爭像過去一樣就很快的結束。因此，第3個呢，很悲哀的是，那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場戰爭史。發動戰爭的政客永遠不會缺乏動機跟理由，所以你就看到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當中，都打到這種地步了。為什麼 PAC-3 我們台灣有這個 PAC-3呢？還有 PAC-2啊，就是愛國者2型跟3型，因為愛國者3型500萬億枚啊，它是這種就是所謂的 hit and kill。可是呢，愛國者2型只要200萬億枚啊，而且愛國者2型製造的美國軍火商雷神公司，它已經開始一直都有大量的提供給海外的愛國者2型的提供，所以你現在要愛國者2型就重新啟動，然後呢補足在伊朗戰場上的這些庫存的不足，這是美國現在可以做得到的，比較節省，省300萬。對不起，人家伊朗的無人機是多少？是2到5萬，那飛彈呢也大概就是幾十萬，造成現在的衝擊，我們剛才的畫面都很清楚。所以你現在的在比庫存、比消耗是沒有用的，而且美国更消耗的是整個全球的能源、經濟跟未來美國的霸權啊。好，那。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來看到，我們剛剛講了嘛，美國停戰的第2個理由，剛剛楊老師幫我們看到是停戰的第1個理由是因為武器不足，第2個理由是他是不是要準備另外一批更大規模的總攻，也就是說他們會派特種部隊跟大批的地面部隊要深入伊朗的搞山的核設施，這是來自於《紐約時報》的最新爆料，說美軍要把濃縮鈾給取走，那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任務。我們看到 CG 包括了他接下來要面臨的4大的難處，包括了第1個外圍的風控，第2個工程的破障，它必須要清除這些軌雷爆裂物，才能挖入到入口的深處。再來核材的接管，特戰的小組要進入到設施定位、封裝、搬運濃縮鈾，最後是陸空的撤離，要打造一條空中走廊。那現在也點名說哪一些部隊會派出去呢？他們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名單，包括了海豹6隊、銀色中隊、第2季游擊兵營等等，還有陸軍第21軍械連。呂艦長怎麼看？我先補充一下有關於為什麼美國要回頭買 PAC-2 的部分也就是愛國者2型的部分。最主要的是愛國者2型比較便宜，而且愛國者2型呢，它的作用跟3型完全不一樣。3型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硬杀傷，那個它必須靠這種側推系統，那它才能夠直接的做成平行對撞彈道。可是2型不用，2型用的是趕炸。那趕炸跟這個我們講到側推的部分，中間缺的是什麼？中間缺的就是稀土，美國沒有。那至於說有關於登陸的部分呢，其實之前我們看到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它就做出這一個圖。